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我们未来银行里面的金库里面有很多现金，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今天的主题是最强高中生不会笑的交流赛世界大赛得奖好手，大家笑一个好吗？好，紧张哦。我们这一周有精彩的高中生赛事，分别有哪些呢？奥林匹亚的竞赛，世界科展好手，了不起，全国语文竞赛，还有全国的辩论竞赛。哎呦，顶尖高中生的对决，4集之后将会进入总决赛。对啊，今天的5位精英会选出1位，你们这一期赢的还可以领奖金嘛？挑战奖金。那最后总决赛还可以挑战奖金之外，再加奖学金10万块。10万块对高中生很多吧？是。讲到钱你们就笑了，怎么会这样子？应该他们这个赚钱不容易，奖学金对他们讲这个何等重要。首先介绍第1位来宾黄思安，你好。嗨，思安你好。永春高中突尼西亚国际工程科技节金牌加年度的 Top 2。哇，听起来很厉害耶！这个不要我光讲，你好好介绍这些。好，我是今年代表台湾去突尼西亚工程与科技节的国手，然后是在台湾拿了数学科3等奖，然后代表去的。然后我的作品主要是在讲一个圆形的桌子，然后有一些人们会进去入座座位，但是会因为一些规定而导致有人坐错了位置。又坐到不是自己的位置去了，然后后续也会有更多人坐错自己的位置，对。然后我去探讨了这个圆桌上总共有几个人坐错位置，然后是否会跟现在之前数学已经提出的一些已知定理有关系。他这个跟我的婚宴很有关你要排对不对？就是你圆桌怎么排，然后一个人那边自己调位置，自以为没事，可是会影响我后续的所有的进行。有的人会计较这个位置，有的人并不计较这个位置，对不对？这个是，所以很多人办结婚到底要办几桌？才是对的。有人没请到，又是没有礼貌的。对啊，这个我们讲的是礼貌，他讲的是数学逻辑，很强哎。欢迎你来，欢迎思安。接下来第2号是欧阳之浩，欧阳同学，好的。哇，新兴高中2024年意大利科学博览会金牌，有去意大利吗？有。哦，那是研究什么东西会得到金牌？我们研究的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开发，还有我队友开发的一个 App。然后它重点是在讲说，我们要帮助医护人员在判断脑部肿瘤的时候，能够变得更加精准。就是现在医生来判断患者是否有没有脑瘤，就是用笔灯，然后去照患者的瞳孔，然后借由它的缩放速率来判断患者是否有脑瘤。不过这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非常仰赖医生的经验，然后而且也没有量化的数据。你不是高中生吗？怎么听起来像医学院的？我是高中生。可是你对眼科这种医学有兴趣，还是对医疗器材有興趣？我是对医疗器材非常有兴趣，就是想要帮助社会大众，就是可以变。别小看这个，将来你看一毕业一收购，会不得了。得了，一辈子不用再上班了。是啊，将来大家又回顾这个影片。就好像我们现在回顾他们这些伟人年轻的影片，年轻的样子。来，祝你成功了！欢迎欧阳同学。谢谢。接下来介绍张义慈，你好。嗨，义慈。小绿，北一女。这是校花了吧？没有，绝对不是。2024年美国国际科技展览会动物学4等奖，请解说一下。研究什么？我和我的伙伴是在研究内源性大麻素这个化学物质。对，大麻。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大麻是植物性的大麻素，就是包含可能像 THC、CBD 等等。但是我们研究的是内源性，也就是我们人体会自然产生的一种大麻素。我们人体自然会产生。就有了。对。是因为过去吸多了，然后反刍。没有。不是这样吗？在胃里面再出来，对吧？不是，是像神经细胞会产生的内源性大麻素。然后我们去研究这个内源性大麻素对于果蝇的生理功能以及细胞自噬会不会有影响。那细胞自噬可以简单的把它想成是一个细胞自己吃掉自己的过程，就是说，但它是吃掉一些错误折叠蛋白质或是老化的胞器，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维持寿命。可是这样讲白话一点，未来的功能是不是对人体的治愈能力会增加？对，因为细胞自噬它其实连接到非常多的疾病，包含说神经退化性疾病，然后一些消化性的疾病，然后免疫疾病，甚至癌症等等，都在先前的论文里面已经被提出说跟这个细胞自噬有关。
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透过提升果蝇的内源性大麻素含量，来去增加它的细胞自噬。那之后就有机会成为那个有潜力的药物，这样。它是用果蝇做治疗，果蝇做实验呐。所以你也是对医学有兴趣的？对，也是对医学有兴趣。来，欢迎你。欢迎。接下来介绍曹佑斌。曹同学，你好。建国中学2024年国际科技展览会心理学3等奖。心理学也有这些奖项。你研究的是自闭、忧郁，还是妥瑞氏，还是哪些？我研究的方向，我们是探讨从一种中药材里面萃取出来的药物，这个中药材是天麻。那它在以前的书上记载，它可以有一些镇静安神的效果。对。那我们想知道能不能用这个萃取出来的东西去治疗一些精神疾病，包括思觉失调症或者焦虑症、忧郁症这些精神疾病。然后我们选用一般的实验室小鼠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但是我相信医学是日新月异，靠你们了。哎，那接下来陈立成，欢迎。来，陈同学。陈立成是建国中学 FRC， FRC 是FRC 全名是 First Robotic Competition， 是第一机器人竞赛。其实第一个是 First 吗 ？First 是一家美国基金会，对他们为了鼓励那个学生们就是自己做机器人，然后来竞赛这样，所以就底下办了很多比赛。好，欢迎5位。厉害，5位。你就知道我们这集有多精彩吧？很紧张。要产生个冠军出来。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美女新闻主播赖佳颖主播，欢迎。主播好。大家好。自然科补教老师赖婷老师。好，赖婷老师是清大数理教育研究所补教名师，欢迎您。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启香，你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2个题目答完为止。由我们的赖婷老师来举圈或叉第1回合，要请抢答才能按铃了。来，请出题。世界上的物理实验这么多，哪些是你认为最经典的呢？请问，根据美国物理杂志的评选，哪些实验属于10大经典的物理实验？请抢答。意思。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非常著名的密利坎油滴实验。这个实验是去测量电子的电荷量。然后它的方法就是将油滴放在一个已知的电场中，透过电力跟重力的平衡，就可以去计算出每一个油滴的总电荷量，然后进而去推估说每一个电子的电荷量这样子。答对了，厉害！请加3000。优秀哎！我在想他的未来，他要嫁的先生一定要懂这些吧？他说他开场就是说，我遇到你就像2个电子如何，你会这样子吗？那这样谈恋爱吗？也不用吧。不是啊，我说哪一天真的谈恋爱，她的男朋友一定是要跟这方面，不然你心中在害怕，对不对？你刚刚讲说，哇，我身为一个男生，我听一个女人这样讲这么厉害的东西。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刚刚讲了。他这个实验呢，当时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对外是宣称他做了58个实验数据，那是他连续观察的结果，但后来被人家发现，其实他总共做了140个，他是刻意挑选的其中几个出来做发表，对，所以有被攻击。是公信力的部分。对，来接下来曹佑斌。那我想到的一个实验是在光学领域中，Thomas Young 这个科学家他所做的双狭缝干涉实验。那这个实验它是使用一束光打在2个狭缝，然后之后2个光会相互干涉，并且在后面的屏幕上呈现出亮暗相间的干涉条纹。那这个实验它说明了光的波动性。我们只负责对或错就好。对或错。答对了。好，是，来，请加3000。好强哦！太强了。对。陈立成。好，我想讲一个测量地球圆周的实验。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精准的测量工具。对。所以以前希腊就有一个科学家发现，在一座城市的水井上面，太阳照下来刚好就会在水井的正上方。那他又想到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房子都会有影子嘛，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找出太阳跟地面之间的夹角。于是他就想到说，先测得这2地的距离之后，然后算出来当另外一个太阳照射水井是垂直角度时，然后算出太阳跟地球的夹角，然后从弧长推出圆周长，这样就可以知道地球的半径。
答对了。有的，来，哇，好厉害啊！厉学生，害。请加3000。你小时候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对这些这么有兴趣啊？像是爷爷他以前会拿10万个为什么给我看，爷爷然后就很烦拿恼。10万块给他，他就10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好书哦，不是钱钱。原来是这样啊！好，来下面一位，思安同学。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物理课上面听过比较喜欢的实验，好，就是牛顿呢，他拿了一个正三角形的三棱镜，然后呢，他把太阳光拿去打在那个三棱镜身上，在里面发生一些折射现象，最后他发现这个太阳光又会发散出来7种不同颜色的光，也就是现在彩虹的7种颜色。所以这个实验也说明了，也可以知道不同波长的光会有不同的折射率。答对了。这个请加3000。来，欧阳之豪。我想要讲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伽利略或者是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他有一次去比萨斜塔的最顶端，然后拿着2个质量不同的球，然后往下丢，然后发现落地的时间是一样的，然后这也就证明了自由落体就是等价速度跟质量没有关系。天哪，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哎，我一直以为比较重的人。那铅球跟篮球呢？一样会落地，不受外界干扰的话，2个时间是一样的。我今天才知道哎。这个叫什么原理？这个叫什么原理啊？老师，这个叫什么原理？自由落体。自由落体，对或错？答对了。太厉害了。请加3000。那其实刚刚同学讲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不考虑阻力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现象。那关于他有没有在比萨斜塔丢这个球呢？其实这个故事有科学家是认为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伽利略或者是我们讲伽利略，他的这个自由落体的理论呢，是用逻辑就可以做辩证。对，所以他有没有真的去比萨斜塔丢，这个在科学上是一个算是公案，就没有一个定论。我懂老师的意思，他总要讲一个地标来讲，大家有名来讲，有趣的故事，对不对？我说我到101，还是我到你家楼上？你家没有很高，那我就编101啊，对不对？对。来，一词。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拉塞福的阿法粒子散射实验。阿法粒子就是一个它是氦的原子核，就是2个质子跟2个中子。那他做的实验是拿这个阿法粒子射线去打一块金箔。那因为在他之前的科学家就是汤姆森，他所提出的原子构想是，原子是一个由均匀分布的电子所组成的。但是理论上，如果它是均匀分布的话，你拿一个射线打过去，它不会偏折，因为它是均匀的。但是他做了实验，拉塞福做了实验之后，就发现说，它会有很大角度的偏折，所以他就推测说，原子的中心是有一个原子核的，是一个质量很大，然后密度比较高的区域，这样。所以他透过这个实验发现了原子核。他讲的都好深哦。但他这次讲的我有听懂。卖 gay 啊！真的，对我错，答对了，答对了，厉害哦！右边。那刚刚上一回有讲到 Thomas Young 这个科学家，他同时也拿2束电子去互相的干涉，后来他发现在他的屏幕上也显示出了干涉的条纹，但其实过去科学家都觉得干涉这个现象只有波动才会出现。那我们都知道电子它事实上是一个粒子，那后来呢，这个发现其实影响了近代物理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认为说，所有的东西它不只可以是粒子，它也同时具有波动。那这个部分就像演变成后来的波粒二象性这个理论。答对了，很强哦。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同学讲的那个实验呢，稍微解释一下，他的做法是他先准备一个障碍物，那只有一个小缝隙。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拿那个手枪发射 BB 弹，那理论上就只能从这个小缝隙通过。对，这个是粒子的特性。但如果是波的话呢，它过去的时候，就不会像粒子一样只打在后面。对，那所以刚刚前面同学有提到，在原本牛顿的那个时代是认为波是粒子的，就是光是粒子的。对，那后来呢，因为有这个实验，我们才知道，其实光是有波的特性存在。推翻它。好，加3000。陈立成。我刚刚也想到一个跟地球有关，但这是跟地球自转，就是有一个钟摆实验。因为平常钟摆如果像是这样左右摆，它是不会有前后偏移的。但是他们在底下放了一个类似量角器、罗盘的那种东西，然后发现它
放了几个小时这样的摆荡之后，它的角度会偏移，就会发现地球其实是会自转这样子。答对了，很厉害。请加3000。3，我想讲一个是扭秤试验。大家都知道人跟人之间彼此是有吸引力的，对。然后这个吸引力大小在之前的时代，科学家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就有一个科学家拿扭秤这个装置，可以称出2颗小球之间的吸引力是多大。然后这也提供了后代物理一个很大的进步。答对了，加3000。他用球可是他说人用球跟人。就是只要是有质量的物体，两者之间就彼此一定会有吸引力，只是他拿球去做试验而已。你说的是物理上，不是那个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不好意思。对，那请解说一下。情感上的游戏。他当时候做的实验的概念是这样，他准备一个长杆，然后左右放2颗小球。对，那这个实验是要看万有引力。那接着呢，他就准备2个比较重的东西放在这个的2侧。对，那结果他发现呢，这个扭秤它会偏转，就是它被吸引了，所以它就转动了。那他透过去这个测量这转动的力量，然后去计算出我们万有引力的常数。OK。最后一个欧阳，那我再讲个伽利略的实验，就是等加速度实验。那他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让一个球滚下去，然后并且记录滚下去特定时间的每一个点的位置，然后发现它的等加速度其实是恒定的。然后这也证明了他当时把球扔下去，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在比萨斜塔扔的会有的等加速度的概念，就是2者之间是可以就是互相证明。答对了，哇，没有一个错的了。对啊，这脑袋是长。你们是课本有教吗？有些是课外，有些课本上面会写。来，先加3000。太厉害，10个都答对了，我们老师可以补充一下嘛？其实这个10个实验为什么会被评选为就是比较经典的实验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这些实验就是当时候可能做的人都没有很多，是1个人或者是1个人加几个助手就完成了。那再来是当时候呢，其实没有那么精密的测量仪器。那像刚刚同学提到那个测量圆周，那个是西元前200年做的一个实验。对，但是这些实验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透过一些简单的概念、一些简单的装置，那就开创了一个算是科学一个新的开始。接下来呢，题目是由赖佳颖主播来举圈或叉啦，请出题。许多国际组织呢会设置主题日，用来唤起全球对某个议题的关注，比方说世界地球日。那请问还有哪些由国际组织发起的主题日？请讲答。立成。好，我想要讲一个世界教师日。可是我们教师节跟928，全世界是928吗？对，台湾是9月28号是教师节嘛，那国际上是定10月5号。对，他就是为了纪念、感谢全世界人为教育付出一份心力的人。哇，有国际教师日哦！所以我们除了928，也有跟着10月5号。台湾可能比较少，就是928比较是大家习惯日。恭喜答对了，真厉害！加3000。3。我想讲一个国际母语日，因为现在很多地方的母语会渐渐的流失，有可能是殖民影响或是各种原因。所以联合国制定了2月21号这天当做国际母语日。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为什么定2月21？有些的特定节日，它会因为伟人或者事件的发生所定定，但是有些呢，那些是组织自己讲好啊，我想要定在2月21号，联合国通过就 OK 了。接下来是欧阳。我想要讲的一个是世界无烟日，就是重点是在提倡烟草对人的危害。然后教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恭喜答对了。对，那一天不准抽烟吗？还是什么？对。其实应该说那天是请大家要特别要关注少抽烟的这个议题。如果可以的话，会有一些组织动员，就是希望说组织的成员，或者说我们现在聚集在一起的所有人，在今天可以不用抽烟，把这个议题放大，让大家知道。请加3000。世界无烟日啊，一词。台湾有儿童节嘛？4月4号是儿童节，我在想应该也会有世界儿童节之类的。世界儿童日。世界儿童日对或错？恭喜答对了。加3000。几月几号
好，其实跟儿童相关的节日刚好有2个，一个是6月1号的国际儿童节，它是由妇女组织所订定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是在11月20号国际儿童节，这就是联合国旗下所订定的一个节日。它最主要是要关心儿童的一些状况，包含他们生活啊，包含他们粮食、他们受教育的议题。所以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可能儿童比较少能接受到教育，生活环境也比较不好。所以这2个节日的订定出来呢，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儿童议题。佑彬同学，那我想讲的是世界艾滋日。那这一天就是为了要提倡这些艾滋病对他们的重视，然后消灭对这些艾滋病患的歧视所设立的一个节日。对，恭喜答对了，没有错。请加3000。12月1号为世界的艾滋日。艾滋日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开始大家对艾滋都有很多很恐慌，所以你那时候当大使之类的是要就是代言人嘛，说不要有对，还什么路跑这些啊。哇，那时候刚进来台湾了，真的。来，陈立成。好，我想讲也是一个疾病，就是国际糖尿病日。哦，有国际糖尿病日哦。糖尿病的人这么多。对。恭喜答对了。好。有没有讲那个日期啊？其实联合国的国际糖尿病日呢，它把它定在每年的11月14号。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议题，因为随着现代人的饮食比较高油、高盐、高糖，所以罹患糖尿病的人数也随之增加哦。对，所以这是必须要关注的一些重大的疾病。所以你有多少节日可以讲？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定11月14号这一天哦，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猜拳输赢了。对，来。其实11月14号是因为发现胰岛素，胰岛素是一个治疗糖尿病很有力的东西。那发现那个人叫班廷，他的生日就是11月14号。真的厉害！这样才知道的吗？还是你本来就知道？哇，你阿公10万块花的值得。10万的为什么这本书？不是，我就在想啊，你定这个日期一定有的原因嘛。像孔子教师节是他生日啊，9月28所以他说发明胰岛素的人的生日。哦，那他这样就说得过去了。哇塞，对，再加3000，加不完的来，来今天。好，3。世界自闭症日。哦，世界自闭有没有？恭喜答对了。哇，加3000。那是几号？4月2号，世界自闭症关怀日哦。也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其实受到的心理压力可能会比较大，尤其是一些小朋友，所以就把这个日子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怀日。欧阳同学，那我讲一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那顾名思义，就是他为了提倡就是保护就是世界的野生动植物就是定在5月31。恭喜答对了。有的。好来。你说5月几号？5月几号？联合国定的日子呢是3月3号，希望这个日子可以让大家比较认知到濒危的动植物。是。对，因为有些物种正在消失当中，希望定这个日子可以唤起大家的意识。张同学。因为题目是国际组织关注然后设立的日期，那我在想有一个世界卫生组织，不知道会不会有世界卫生日？恭喜答对了，请加3000。来，曹佑彬。好，那我想讲的是世界妇女日。那它在每年的3月8号，的确又是我们中文的38的意思。可是我们现在还有38妇女节吗？有，只是没有放假。没有放假，以前都放假呢。38妇女节对或错？恭喜答对了。那请加3000。各位，6万块奖金一模一样，有意思吗？实力相等啊。也没有一个错的了，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的吗，主播？好，其实这些纪念日都是为了要唤起一些对于特定议题的关注，关注之后呢，我们找到方法来去解决它。所以呢，这些特定的组织日期，其实它要符合一些规范哦，大部分是联合国大会所制定，或者是联合国大会旗下的组织，像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大会的妇女会。当然，它要符合一些条件，第一，它不能违反的是联合国的章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能违法。再来的话，它会比较关注在人权的议题、经济的议题，或者是已开发国家的发展当中。所以所有的节日当中订定出来的第一个大家有共识的国际节日，其实在1950年就出现了，定在12月10号是一个国际日，是世界人权日，这是我们第一个从联合国定出来大家都获得共识的纪念日。各位果然是高手，来掌声鼓励一下。所以奖金也不用念了，都是12000，是啊，好不好？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
赢者全拿。Sandra，请讲规则。好，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每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4轮就淘汰了。那每一轮最后被淘汰的那一位，可以把账户里面所有的金额灌给自己，赢者全拿。这回合真正是决定输赢，因为前面奖金都一样的嘛。是啊。第一轮第一题，请出题。微生物是一群构造简单、无法以肉眼观察的生物。请问，下列哪项微生物不存在细胞结构 ？A. 病毒 B. 细菌。请作答。你们按笔快的就是。因为我记得病毒好像是没有细胞核这个东西。我印象中生物课有讲过。正确答案是。病毒。细菌呢是有细胞结构的哦，没有成型的细胞核；而病毒呢是没有细胞结构，而且它可以自我复制繁衍，但一定要有数据。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竹子是全球生长最快的植物，一天可以长高91厘米。请问，竹子应该属于下列哪种植物类别 ？A. 草 B. 树。请作答。哦，有意见不同了，有人觉得是树。就是我其实不太确定这边草跟树它是怎么分类的。那如果像竹子，我们都知道竹子可能长很高，然后很硬，然后它可能比较像那个竹笋没有割哦，长高了就不能割，它就变竹子。哦，笋子是这样来的，是这样。笋子没割就变竹子嘛。哦，对不对？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它的长的方式，然后硬度啊。立成，你10万个为什么呢？选草，为什么？因为我是觉得树通常就是它树皮，它会有一个形成层嘛，所以树皮看起来就褐色，然后会有裂纹。但竹子没有这种特征，所以我猜可能是外面。哦，它用竹子就是长绿色的，而且很规则。对，外面有形成层褐色的，但你觉得竹子没有？你看到树的树皮都长得皱皱摇摇，跟大象的腿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认为它是个草，是这样决定。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草。其实呢，植物可以分成木本植物跟草本植物这2大类哦。那木本植物的茎部呢，有形成层可以持续生长，形成环状的年轮组织，这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树。而草本植物的茎呢，比较柔软，开花结果不久之后呢，就会死去。那竹子呢，它是属于禾本科的植物。那禾本科植物的茎通常是中空的，没有外面那个形成层，而且一生呢只开1次花。那竹子开花之后不久就会慢慢枯萎而死。所以这样的原则来看的话呢，竹子其实是草，不是树哦。大型的草而已。来，请休息一下，右边。稍微休息一下。来，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黄金比例自古希腊就开始被研究，但到文艺复兴时才由帕西奥利广泛推广。请问他认为黄金比例象征什么 ？A. 上帝的无限与永恒 B. 生命的周期与轮回。请作答。A 或 B？ 对，生命的周期轮应该跟上帝的无限与永没什么关系。其实我不知道，我是猜的，我只想说前面2题都是 A， 所以这题我选 B。有几率哦。你今晚是刮乐透呀？好，那谁知道答案了？好，要我记得的话，可能是那个时候文艺复兴，就是比较推广的是，就是比较现实方面的东西，像是古世纪，他们就比较遵从于那个上帝，就是一定什么东西都可以扯到上帝。然后，但是呢，文艺复兴的时候，应该就是比较就是讲究实际，对对。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上帝的无限与永恒。其实呢，会计学之父啊，帕西奥利他在研究极限跟均值比例的时候，他受到启发，开始把黄金比例跟神学做连结哦。他发现这个比例里面提到的3个线段，大家想嘛，一个线全长，然后跟长边跟短边其实就是同一条线上面不同的长度，其实就跟基督教的神学观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很类似。那这个比值他们是一个
无理数，它的解是一个无理数，没有办法被穷尽。它有这样的特质，就像我们凡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懂全能的上帝。那2个线段呢的比例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全长比上长的这一边，就等于长的这边比上短的这边，就代表神永恒的不变性跟无所不在。他没有损失哎，没损失。他刚刚下去多落寞啊！一看大家打出笑容逐开了。来，先生，回来。回来。哎呀，这个9000块怎么办呢？累进到下一轮，赢者全拿，还是继续保存？下面一题，第2轮，请出题。不同种类的电线有不同优点，请问下列哪一种电线的导电率最好 ？A. 铜线 B. 银线。请作答。不，银跟金比起来，金又更厉害了。有吗？金导电最快啊，对不对？一直。好像想要摇头。我印象中是银线，对我印象中是银线导电最。金最快吧？不是吗？右边不是，是银，再来是铜，然后再来才金。他对啊。行长怎么想要跟5个资优生对抗？哎，银、铜、金啊。对。哦。好了，你算你们对了。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银线。其实银线在所有导线中呢是最高的导电率哦，不是金。然后它的特点呢可以好加工，然后抗蚀性跟抗氧化性也很好。但是说真的，它太贵了，所以没有人真的会做银线。所以呢，接下来比较好的一个就是铜线，那它呢其实硬度大，抗蚀性也高，加工也比较容易，而且它导电率仅次于银，也是很好用的。所以大家看到导线多半都是铜。不是，而且它有安全性，它如果电过端，它自己会断电嘛，对不对？对吗？这是安全系啊。对，会有那个保险开关。那我问你，用银它到底会跟铜快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讲价钱贵或不贵了，如果用银的话，它的好处会比较快到哪里？就是你还没开灯就亮了，这样。也太快了吧！灵异人。我来了哦，是这样吗？可能是损耗的问题，因为电线本身也是一种电阻。那如果通过银线的电阻可能就比铜线小，那你过程中损耗能量就比较低。哦，就有这个好处。用比较久，这样。要不然一定有它的好处嘛，对吧？比较贵的东西，对不对？来，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尾鱼也太辛苦，尾鱼一生必须一直游泳，连睡觉都不能停止。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A. 游泳才能呼吸 B. 躲避天敌。请作答。好，有不一样的题目喽。欧阳知道？我个人认为躲避天敌应该就是躲避我们人类吧。我们最喜欢吃尾鱼。尾鱼罐头。所以我猜就是躲避天敌，可能就是他们想游泳的原因。那你们选择 A 的呢？那个意思？我记得就是一些鱼的鱼鳍的构造就是要游泳才可以让水流过去，然后进入它的鳃里面去交换氧气，所以应该是 A 游泳才能。你讲的是鲨鱼啊？鲨鱼不是就是单条线？它一定要游啊，水不进来就死了。所以它不能够睡觉，它还要一直动。所以大白鲨这个鲸豚怎么猎杀它？把它撞翻啊！撞翻，因为它不能游，它就不能呼吸，它就不会动了。那所以它一直要睡觉也要有，那个水不进去这个汽油，它就一定死。但是尾鱼它并没有这个结构啊。对耶。所以我觉得它是躲避天敌。因为鲨鱼游泳才能呼吸，那尾鱼有这个结构吗？今天的题目都比较难，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这个啊？对啊，这个很难哎。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游泳才能呼吸。大家知道吗？尾鱼是没有鳃这边的这个的哦，因为他们游泳的速度太快了，他们可以快到160公里，那需要大量的消耗氧气。如果他们的鳃盖还像一般鱼类这样盖着的话，根本赶不上这么大量的氧气消耗。所以它没有这一块，它必须要一直游泳，让海水流经鱼鳃，才可以持续的获得这个氧气。所以它连在睡觉的时候都不可以停下来，不然会缺氧而死。还好他们的大脑可以分开睡觉，所以呢，一边大脑休息，对，一边大脑休息的时候，另外一边来游泳，是这样子。请两位请到旁边休息，休息一下。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
家在看国家地理频道时，有没有注意到长颈鹿的舌头是呈现紫黑色的？请问原因是下列何者 ？A. 抵抗紫外线 B. 血液不循环。请作答。这题目太可爱了吧？好，10万个为什么，请说。我不知道哎，就是血液不循环听起来不太合理。它也是肌肉，没有循环会坏死吧？啊，不是，血液循环不好是有人拿橡皮筋绑他舌头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血液循环不好？对啊。来，右边。我其实也不太确定，但因为通常像我们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或者是淤青的时候，就会紫一块黑一块。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就像我们常中医说，你舌头吐出来你舌苔很厚你舌黑色啊，对，你跟这个气血不足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抵抗紫外线，有种说法是长颈鹿每天要花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那边采集树叶它舌头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容易晒伤，所以它就慢慢演化成紫黑色，能抵抗紫外线照射的舌头。是的，连它的皮肤颜色也是有天生来抵抗。对啊，对不对？来，2位，请回来，加1000块，一个人答对吗？奖金18000，请输入陈立成的账户。耶，3万，恭喜你！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第3轮，请出题。吹出好多泡泡，好舒压，但泡泡不久还是会破掉。请问，造成泡泡破掉的原因主要是下列何者 ？A. 重力 B. 表面张力。请作答。又有答案不一样了。您选重力。对。为什么？这个是猜的呢，还是？因为我觉得表面张力应该是维持它吧，所以破掉应该就是另外一个。这题我们应该问欧阳，因为丢球的那个什么比萨斜塔是他吗？对啊，是他。你说重力，你没有选重力，你选我觉得表面张力可能是因为就是里面跟外面的张力失衡，然后才破掉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表面张力。过去呢，科学家曾经以为泡泡会塌陷主要因素是重力，但其实最新科学期刊上面有个研究指出，其实这样的现象解释是不正确的哦。其实表面张力才是主要原因。那水面呢？假设我们在泡澡嘛，那水面的泡泡破裂，那泡泡的薄膜的形状还来不及任何改变的时候，就已经凶猛的表面张力拉回水面底下喽。所以其实是因为表面张力的原因。现在好现象，3万块先下去休息，你们有机会累积奖金追过他。来，请休息，请先休息。这是第3轮哦，你们到底能不能超过3万，就要看你们4个人同心协力了。来，请加4000。还有机会哦！来，下面一题，请出题。牙齿保健很重要，你知道牙齿在生物学上属于人体的什么组织 ？A. 细胞组织 B. 骨骼组织。请作答。这不是钙质骨骼吗？又还有选细胞组织，一词。其实是因为刚刚那个血液不循环看起来我觉得比较合理，结果它不是答案，所以我就选一个看起来不合理。看破我们的套路了。我看你赌性蛮大的。有真的赌性蛮大。那为什么欧阳之浩要选个合理的骨骼？相信人性吗？我觉得，对，我相信人性。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细胞组织。我知道牙齿看起来跟骨骼很像，但其实牙齿不是骨头，因为它根本不会生产红血球，而且呢，它也没有连接这个骨的关节，所以它比骨头可以承受更大的磨损。如果牙齿是骨骼的话，那说真的，我们是从小到现在早就被磨平了吧？那人类的牙齿呢，其实有3部分主要的细胞组织，分别是珐琅质、象牙质还有牙髓。原来如此，哇！来，2位请休息。这个对我们的陈立成是好事啊，只剩2位在竞争，加2000、6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地球是由多种元素组成的，
而其中金属元素占据了重要位置。请问地壳当中含量最多的金属元素是什么 ？A. 铝 B. 钠。请作答。通通选铝、阿鲁米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铝。那地壳含量呢，是指元素在地壳里面的含量呢。那最多的前8种化学元素分别是氧、硒、铝、铁、钙、钠、钾、镁。那前2个不是金属嘛，所以金属最多的是铝。好，来加2000。这是第1题，共同答对了。对。第2题，请出题。夏天就是蚊子大军出没的季节，请问，根据研究，蚊子比较喜欢叮穿着什么颜色衣服的人 ？A. 黑色衣服 B. 红色衣服。请作答。黑比较吸热，对不对？感觉是这样。其实我只听说，就是好像穿白色比较不会被叮，所以黑色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被叮，所以我也是猜的。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黑色的衣服哦。蚊子不喜欢强光，它可以驱暗，它有这样一个习性，所以呢，黑色衣服是蚊子进攻的首选。其次呢，才是蓝、红、绿。小绿绿，小绿绿。来，请加2000。第2题答对，哇！接下来第3题共同答对，好，奖金均分。来，第3题请出题。切好的苹果如果没有马上泡入盐水，很快就会氧化变黄。请问，苹果变黄的原因与其中含有什么物质有关 ？A. 酚类物质 B. 铁质。请作答。有分胜负了。你分类物质，这是思安讲的，来，请说。因为我觉得铁会氧化，所以答案是铁，就太简单了。所以我觉得 A 比较不可能，我就选 A 了。他又是反向思考。对啊，就是他说的变黄是铁质很合理，所以我就选了很合理的答案。他们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分类的物质哦。其实苹果跟梨子这些水果啊，它们里面都有酚类物质，所以一旦接触到空气中的氧气，就会产生氧化反应，所以水果的表面呢就开始变褐色啦。通通回来了，这回合也比赛结束，加1000。现阶段第3轮奖金11000，请输入黄思安的账户。全部比赛完毕，我们请乡里来说他们奖金了解。好的，黄同学最后是23000，欧阳同学12000，张同学12000，曹同学12000，陈同学3万。恭喜10万个为什么陈立成或者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我们今天冠军10万个为什么的啊！陈立成来，陈立成，奖金3万块，来，请插卡。你除了这次可以挑战奖金，你总决赛还可以挑战了哈。来，里面3万是你的，请出示2道提示。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1画的高中生向教授，或是总笔画58画的机器人杀人。那高中生向教授，那看起来就比较老成了哈。对啊，什么老成持重还是什么？老成持重啊，这4个字啊，或者是什么？提前发育，那个不是成语啊。那机器人杀人，触目惊心，触目惊心，类似像这个4个字，你会选呢58画。好，那我就选58画这个，因为你是做机器人的，对，笔画会不会太多？你只有1分钟哦，没关系，所以你要挑战看看，挑战哦。那请锁定机器人杀人58画。高中生向教授是哪4个字成语呢？请看。老气横秋。没有选到，太简单了吧？的确。堂长刚刚在跟你眉来眼去，你没看到吗？你老成持重啊，老气横秋啊。对。好，没关系，没有选这个，说明机器人更简单。机器人杀人，请出题。风声鹤。等一下，计时1分钟，开始。那这个很简单啊。
只不过他们这个他按错了。三画。对，他按9。字还写得不错，你看高中生现在还有人用写字，好像还是要力，不难，很简单。中文就是这样，越看越不像。对。停。好。几秒？47秒，也就是你可以待会要改的时候，还有13秒可以改。对。好。你现在发现哪里不对了吗？他第一个按错了，他想要按09，他按成03，对吧？对。我们不要提醒他。不能提醒。奖金送给他们。密码请说。03172111。对或错？还有13秒，对不对？计时开始，13秒。好，可以这样。要先写字，先清楚，要先清楚，写字再写密码。好，赶快先再按一次。停。密码。09172111。对或错？恭喜！这2个成语对你来讲都不会太难啊。3万块奖金，来，请拿着。而且正确解答请公布。完全没得扣的，太优秀，恭喜你！来，我们好，恭喜！其实2个成语都不会太难，笔画算是有点多了。对而且他没有写错任何一个笔画，所以3万块是。你拿这3万块准备是要？应该会买平板，然后大学的时候做笔记用。平板也许3万块现在够吗？因为是暑假，你说有个特惠，对不对？共来3万块够。但是他不是先拿3万，他总冠军还有机会拿到13万啊！哇，对，就加起来16万。对，对，有机会加油，继续努力了。也谢谢各位同学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大家。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恭喜，谢谢各位同学。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